从空岛归来的草帽一伙误入海军基地，经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闹剧，草帽团终于从戒备森严的海军基地脱身，继续伟大航路的冒险。借由章鱼热气球的辅助，草帽团向下一个小岛进发。乌苏普从海军基地的船坞里顺了一手修补用的材料，细心地将桑尼号船体的漏洞维修妥当。这时突发状况，章鱼热气球的燃料用尽，梅利号直接跌回到海上。乔巴细心地为章鱼涂抹了烫伤膏。路飞本着绝对不能对朋友下嘴的原则，将章鱼放生回了大海。告别了章鱼，路飞正值兴头，最后大家扬帆起航，向下一个小岛出发冒险。乌索普叹了口气，自从登陆空岛一直到现在，大家就没有好好休息过，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加班加点的干。娜美微微一笑，休息？你想多了，现在休息就等于是自杀。娜美话音刚落，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卷起巨浪，隐约还能看到海浪里有几个海猴子的脑袋，很是诡异。好不容易挨过巨浪，等来了风和日丽，大家刚想喘口气，乌索普看到远处有船驶来。这种时候，众人已经没有力气迎战了。乌索普大呼莫慌，对方既没有帆也没有旗，还不知道来意，等等再说。这艘青蛙头的船上的船员非常少，远远看去，每个人都无精打采的，毫无生气。突然，海面翻涌，海猴子乘着巨浪再次袭来。草帽团赶紧收起船帆，拼命划桨。与青蛙头错身的时候，路飞好心呼唤他们避难，谁知青蛙头船上的那伙人一见有船经过，站起身，操起武器，嚷嚷着要打劫。山治很无奈，还说要抢劫我们的财宝，果然是敌船，不要理他们了。话说这艘船真是一团糟，既没有航海士，也没有船长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不知道如何躲避，自己人先打了起来。巨浪扑过来，瞬间将青蛙头给打入了海底。几名龙套刚出场就领盒饭了。娜美推测，这海浪就是海猴子的恶作剧，他们玩够了，海面再次恢复平静，温度和湿度也都恢复了正常。不过众人并不敢放松下来。充当瞭望员的罗宾告诉大家，海上四周迷雾笼罩，根本看不到岛屿。更让大家不安的是，刚刚那艘沉入海底的青蛙船太奇怪了，既没有航海士，也没有船长，而且船上并没有战斗的痕迹，也不像是经历了什么海战。船上重要的工具他们一样也没有。乌索普低语道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山治无所谓地说，你的预感向来都不好。梅利号继续前行，穿过一片迷雾后，在一个小岛前靠岸了。这个小岛一览无遗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留了几棵瘦瘦巴巴的树木，看着就没有登岛的欲望。路飞、乔巴、乌索普三傻组合可不管，跳上小岛开始游玩起来。这时，一个瘦瘦高高的大白熊从他们面前经过，路飞不住感叹：美得很，美得很！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又高又瘦的熊啊？很快，草帽三傻就发现，这个岛上不仅有家常熊，还有家常鹿、家常苹果、家常树、家常鸟、家常狗。不知道这是谁家走狗，太长了，站起来直接一步登天。路飞三人找到一个蒙古包，但是里面并没有人。门口有一匹像长颈鹿一样的白马，还有2根冲天竹竿。路飞奔过去，二话不说就是一脚，将竹竿踢断后，一个白胡子老头从天而降，重重摔在地上。老大爷爬起来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对路飞三人感恩戴德。原来这个老大爷在10年前挑战世界最高高跷，于是就找了这2根竹竿踩了上去。上去容易，结果因为恐高下不来了。竹竿不断生长，越来越高，老大爷越来越不敢下来，就这样在上面站了10年。至于吃喝拉撒，大家自行脑补吧。路飞向老大爷问起岛上的情况，老大爷一针见血地说，因为在这个岛上生活太安逸了，大家没事随便长长，就长得长长的了。路飞一脸惊愕，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老大爷为了感谢路飞三人，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。一般村庄里来客人了，家里都要宰牛宰羊来招待。哎，我操，村庄呢？牛羊呢？老大爷翻箱倒柜，找了一把精酿10年的奶酪拿出来招待路飞。路飞表示，看着奶酪的成色，狗都不吃。我是馋，但我不是傻。老大爷表示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矫情，这奶酪才放了10年而已，有什么不能吃的？说完，捞起一把塞进嘴里，没过1秒钟就倒在地上惨叫，快叫个医生来，我现在已经看到幻境了。老大爷自称是游牧民族，乔巴听后表示惊讶，怪不得看你的服饰很眼熟。这个岛名为长链岛，岛的形状原本是个环链形，但是因为平时海水涨潮，所以链形岛被分成了10个小岛。每年大退潮的时候，小岛又会变成原来的链形。老大爷所在的游牧民族看准了这个规律，转移到另一个岛，由此推测，老大爷很可能是被族人给丢下了。路飞哈哈大笑，老大爷，你真是个213，我喜欢。按照3年一搬家的规律，族人再次绕回这个岛，那就是30年之后了。如果减去老大爷在高跷上的10年，老大爷大约还有20年才能和族人重聚。而且像他们游牧民族又不懂航海技术，就算出海了，他们所使用的罗盘也无法指示下一个小岛的位置，一切都非常艰难。好在老大爷并非孤身一人，蒙古包外面的长脖子白鹭马是老大爷唯一的伙伴。10年前，当族人们准备移民下一个小岛时，这匹白色的长脖子马决定留下来，独自等待老大爷。
这一等就等了10年。此刻与老大爷重逢，长脖白龙马非常兴奋，拖着老大爷在广阔的草原上一路飞驰，尽情撒欢。海岸边，一艘比梅利号大好多倍的海贼船驶进海岸，将梅利号的后路死死堵住。来者自称是福克西海贼船，来找草帽团进行决斗。船长分灶头带着自己的2个呆逼手下登上小岛，看到撒欢的长脖白龙马射出捕兽，将白龙马缠住。老大爷和白龙马纷纷跌倒在地。路飞一看分灶头的屌样就来气，准备给他一顿暴打。分灶头表示，现在是和谐社会、法治社会，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？不如我们发扬奥林匹克精神，来一场堂堂正正的3强争霸赛如何？乌索普一惊，立刻联想到邓导之前遇到的那个青蛙头。不知怎地，乌索普认为那伙人的遭遇一定和这个诡异的3强争霸赛有关系，于是大声提醒路飞，千万别打这个比赛，会失去同伴的。分曹操所说的3强争霸赛是海贼之间的竞争，听说在大海某处有一个叫做海贼乐园的岛，这个竞赛以前就是在这个岛上诞生的。为了获得更优秀的船员，海贼之间通过这种方式抢夺对方的伙伴，简单来说就是海贼抢海贼。因此3强争霸赛又被称为抢人大作战。比赛后的胜利方可以从对手船上任意挑选1名船员，被选上的船员马上就会成为新船长的忠实部下，而且又像深海的戴维启示，如果对手当中没有想要的船员，胜利方还可以剥夺船的生命海贼旗。这个看似荒诞的比赛，赌注却异常的残酷。伙伴和荣誉，这是任何一个海贼团最宝贵的2样东西。曹王他遇到的青蛙头海贼船，就是以福克斯海贼团进行这种比赛的时候，将伙伴和海贼旗都输了。船长、船医、航海士、修船工一起的10多个船员，全都成为福克西海贼团的成员。对于这种荒唐的比赛，纳美这边当然是一口回绝的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比赛的决定权不在船员，而在船长。只要船长一点头，所有人就都是比赛的参与者了。娜美愣了，这种事情他是绝对不相信路飞的。结果果然没让娜美失望，路飞应战了。娜美很崩溃，而索隆、山治、罗宾却很激动。这3强争霸赛是海贼间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要是逃跑的话，就会被世人所取笑。名声对于索隆他们来说，可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。路飞扣下扳机，代表同意了比赛。乌索普一个劲儿的扇他耳光。二逼，你知道这个比赛有多恐怖吗？路飞无所谓的说，只要把他们打败就可以了。福克西的船员很快将小岛布置成了嘉年华的会场，彩灯舞台，各种小吃摊，非常热闹。而且居然还有像模像样的开幕式，后排有观众，前面有人下赌注，规模之大，唯有世界杯能与其相提并论。分灶头的美女副手波尔奇登上舞台，当众宣布了比赛过程中双方需要遵守的3大条约：第一，比赛中被夺走的人、标志等都被视为战利品；第二，被胜利方选中的人要马上宣誓效忠新主；第3条，不能再悬挂被夺走的标志，不遵守以上3条的被视为海贼的耻辱，被献给戴维·琼斯的牢房。分槽头带头宣誓，路飞一边吃一边跟风。分槽头一脸奸笑，一副早有预枚的阴险脸。他掏出3枚硬币，分别代表1回合、2回合、3回合，大大方方的让路飞先行选择场次。路飞想也不想，游戏当然是越多越好玩了，我选3回合。分槽头大笑，将硬币抛入海中，通报戴维·琼斯，誓约算是成立了。所谓戴维·琼斯，传说是一个被恶魔诅咒的海贼，现在还生活在海底。传说沉入海底的船和珠宝全部都被收入戴维·琼斯的牢房，海贼们将抢到手的东西称为戴维的馈赠。海贼王最搞怪的篇章开始。加亚岛魔古镇，镇上的流氓们突然一片混乱，流氓头子贝拉米和手下1号打手白毛哥突然大打出手，周围无人敢拦。从2人的表情来看，明显不是自愿窝里斗的。操纵他们2人自相残杀的是王下7武海之一的多弗朗明哥。贝拉米团伙本来就是借着多弗朗明哥的名号在这一带横行霸道，草帽团突进魔古镇秒杀贝拉米，让多弗朗明哥深感耻辱，自己手下居然有这等废材，简直是3生不幸。我的手下不需要小混混。米哥轻轻勾动手指，白毛哥就不是控制的举起砍刀，一刀将贝拉米砍翻。贝拉米是个能屈能伸的汉子，见大事不妙，立即跪地求饶。多弗朗明哥起身离开，随便操纵白毛哥又给了贝拉米一刀。当然，按照海贼王1/1000的死亡概率来说，贝拉米并没有死。周围的流氓们慌成一团，在他们看来，悬赏金5500万贝利的贝拉米在他们中间已经是佼佼者了，居然被明哥玩弄于股掌，弱小限制了大家的想象。活这么大才知道强者是什么样子，上海海贼圈简直不是正常人能进得去的地方。明哥轻声笑了笑，只有真正的海贼才能生存的世界就要到来了，毫无实力的家伙尽管逃命吧，豪杰们的新时代来了。